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哀牢山龙之国。最近在网络上呢，哀牢山被戏称为现实版的云南虫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座不出名的山，这里堪称是人类的禁区，连生活在它周围的当地人呢都不敢轻易的踏足这里。如果你执意要前往呢，小心有去无回。那根据哀牢山中记载呢，传说中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神秘的哀牢国，也称之为龙之国。在历史上呢，人类进入哀牢山离奇死亡的记载呢不计其数。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哀牢山。有去过哀牢山的网友呢都坦言，去过一次就够了，阴森森的背脊发凉的感觉走了10几分钟都见不到阳光照进来。只有一个小到只有1600米的景区呢供人往返，只能在界限之内行走。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呢，出了问题一概不负责任。我跟队友们大着胆子走了一段时间没有路的路，身边的雾呢不到5分钟就聚散了多次，浓郁的时候呢能见度不足2米，身边都是茂密的丛林，真实的场景比我拍摄的更吓人。有网友还说呢，云南哀牢山呢没有你见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在哀牢山呢，千万不要进行独行或者是走没有走过的路，比如说原始森林。虽然这些听起来有点恐怖但耐不住好奇心害死猫嘛。在2021年呢，就有4位地质考察人员勇闯哀牢山，在失联8天之后呢，被发现已经命丧哀牢山了。那4名考察人员被发现的时候呢，衣服较为完整，没有被野兽袭击的那种迹象。初期判断遭遇最大的可能原因是失温。然而网友对于这个说法争议不断。有网友就分析呢，就算是因为晚上温差太大而造成失温症呢，也不会4个人同时丧命那为何失联8天才能找到呢？为何投入了8000余人和10架次的直升机，搜救难度真的有那么大吗？4名地质人员出发的时候呢，哀牢山正值是初冬的天气，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20度，晚上低至7、8度。连日大雨呢，加之树木高大茂密极易发生低体温的失温症。而低体温失温症状会使人出现昏迷，甚至会出现那种幻觉的高热的症状，可能在短短的2个小时之内就会夺去性命。而在这个1到10度的这个茂密丛林里面呢，4名失联人员带的食物呢也不足4人吃1天的。看看他们带的食物他们说里面有2包蛋黄派1包巧克力，1包瓜子，4盒八宝粥，4包鸡翅和4瓶饮料。不但食物少得可怜，他们只带了简易的一次性雨衣。那这样单薄的雨衣呢，也不足以抵抗夜晚体温迅速流失所带的这个罗盘指南针呢，也受磁场的干扰而失灵了。但是上山的地质队员每个人还配备有 RTK 设备1台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打开开关，救援队员就能够通过卫星定位系统而找到他们然而4个地质队员上山到失联，谁都没有打开 RTK 设备，因此救援人员就无法在救援的过程中准确地定位他们的位置在哪。当时地质专家就分析呢，如果在原始森林之中失去信号通讯呢，就是打开这些设备救援人员也无法收到信息。而且当信号较弱的时候呢，无人机也是无法定位的。所以不得不说呢，在核心的原始森林里搜救4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一样。再加上山中根本就没有道路搜救人员呢一路是披荆斩棘才能够砍出一条路来。雨天夜里呢更是不具备各种搜救条件，无形之中就增添了许多困难。而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之下呢，搜救队员居然用了8天才找到了失联人员。在这期间呢，谁也不知道4人是如何艰难地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神秘的哀牢山呢，在彝族的语言中指的就是虎豹出没的地方。而哀牢山呢，是中国连片面积最大的亚热带原始森林。哀牢山的全长是500多公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最高呢是达到3166米。那山上的植被茂密森林密布，更有雾气沼气呢漂浮不定。原始森林无人区呢，更是树木茂盛遮天蔽日，所以遍布山崖和沟壑，地形极其复杂。没有去过原始森林的人可能是无法想象的。树林里的能见度不是你大喊一声就能够听见的，目力所及的范围呢，也只有不到10米，更别提各种猛兽的出没了。最可怕的是这里还有黑熊和眼镜王蛇。在这里呢，植物高大，密集到有点连太阳都照不进来，
所以更别说靠什么树叶啊、星星指引方向了。指南针在这里啊，地下磁场的干扰下也会失灵。可就是在这样凶险的情况下呢，在哀牢山呢，而且还有最后的野人生活在大山的深处。在1956年呢，有部队在哀牢山的深处就发现了约4万名与世隔绝的苦葱人，他们在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哀牢山上了，而这些苦葱人却依然过着原始的狩猎、衣不遮体钻木取火的原始生活。他们没有文字，没有金钱，更没有医药的概念。那在1985年呢，苦葱人就被规划为拉祜族，成为了哀牢山众多少数民族中的新一族。那在4名考察人员遇难之前呢，哀牢山就已经出现过多次的离奇失踪事件了，其中最为诡异的呢，就属迷雾猝死事件。那是在1993年呢，哀牢山的一个彝族的村庄里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有4位村民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接连猝死。那彝族青年富才呢，在家中干活有事喊母亲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老母亲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在床上呢已经离奇死亡。而就在富才急忙查看母亲死因的时候，却发现在旁边做家务的老婆也没有了呼吸。接下来呢，又有2人莫名其妙的走着走着走路就倒在了地上而身亡了。当时全村人吓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一天就走了4条命。所以云南省有关领导呢就非常重视立刻派人去调查了。结果呢，卫生部门的人刚到村里又发生了一起离奇死亡事件。于是调查组呢就先排除了人为的瘟疫、投毒和沼气等原因后呢，调查组还排除了心脏病猝死。但等他们刚刚离开村子不久呢，这个富才呢也在睡梦之中离奇死去了。阿尔蒂的媳妇秀儿呢也离开了人世。从1993年到2003年之间呢，这个村里离奇死亡了36人。专家们最后怀疑是上游的水源问题，而村里的人没有喝自来水的习惯，喝的都是流下来的溪水。而在7、8月份呢，他们在雨水之中就发现了一种叫科萨奇的病毒。但是村里为了避祸呢，整体的搬迁了新居，居然之后还是有人离奇死亡。直到现在呢，彝族村的村民猝死的原因还是没有定论。这件奇案就给哀牢山呢增加了一层诡异的神秘面纱。因为在历史上呢，关于人类进入哀牢山离奇死亡的记载也不计其数。在滇志中就记载呢，西汉的大将军宋岳曾率领100多名骁勇善战之士深入哀牢山之中。他们想出其不意打败当地的叛军嘛，但结果呢出了意外，那些士兵呢居然全部离奇暴毙。被人发现的时候呢，身上没有一点伤痕，衣服呢居然还被褪去了。而清朝康熙年间呢，以云南王吴三桂为首的明朝将士呢，在滇桂地带呢发动了叛乱。在清军围剿之下呢，吴三桂的残余势力同样也逃至了鸟无人烟的哀牢山里面。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直到康熙22年当地的猎户打猎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些士兵的骨骸。和曾经的汉军一样呢，他们居然也没有了衣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而事实上，哀牢山并非一座山，而是位于云南的中部，是跨越云南省的楚寻州、玉溪市、普洱市的一片绵延数百公里的哀牢山脉。全长500公里呢，是云南省东西两半部气候的分界线。山上有全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这里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的凶险之地。唐朝初年，骆宾王存军中行路难里面生动的就道出了边关将士呢在哀牢山行军之苦。里面就说，苍茫的山林一望无际，山高路远，到处都是大滑泥泞的道路，身旁呢则是高山陡坡，连山四望呢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行人呢双腿颤裂，稍不注意的话就会容易失足掉入万丈深渊。那由于哀牢山的位置是显著的季风气候区的，湿润的季风气候呢也使得这里降雨充沛，云雾生成呢与消散也更为频繁，进一步就增加了这里的气候复杂性和无常性。晴空万里到大雾弥漫呢，可能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这便是哀牢山的一大危险因素。那第二个呢，当山下还是20多度的暖春的时候呢，山顶可能还是一片冰雪世界，是名副其实的一山分四季，10里不同天。复杂多变的气候也使得探险者在山中难以预测和应对突发情况，有突如其来的寒流，还有突如其来的大雾以及狂风暴雨。它们不仅会影响探险者的视线和行动，增加掉落悬崖的风险。在晚上呢，浓雾密闭的森林还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一旦长时间在这个丛林中行走便有可能因为缺氧而失去意识，从而导致人体失温等各种危险。而第3道危险呢，就是这里还有毒虫猛兽、森林的沼气。因为西南方向的温暖湿气流呢，在哀牢山的西侧就形成了丰富的迎风降雨，而在山脉中区呢，也因此而发育长出了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巨大的造型的诡异的树木都联系在一起，遮住了头顶的阳光。这里呢，处处都是马蜂、蚂蟥、蚊虫的巢穴，还有多日没有进食的蟒蛇、亚洲黑熊、金钱豹等大型食肉动物在丛林中悄悄潜伏，伺机而动。就算你幸运地躲过了它们那哀牢山的山林呢，毒物遍布。如果你染了山中的沼气，就算能够救活呢，也要丢掉半条命。难道这里的凶险和之前存在在这里的哀牢山古国有关吗？那古哀牢国呢，也称之为龙之国。相传在遥远的古代呢，在哀牢山下住着一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呢，有一天经常来这个江边捕鱼，无意之中就碰到了江水中的一块沉木，之后回家就怀孕了，并生下了10个儿子。那妇人碰到的沉香呢，就最后变为了一条巨大的龙。当妇人带着这生下的10个儿子在水边洗衣服的时候呢，巨龙就浮在了水面上，质问妇人说：“你为我生的10个儿子在哪里呢？”而当时由于这个巨龙的声音巨大嘛，那10个儿子中有9个呢都被巨龙的这个相貌和声音吓跑了，唯独最小的儿子呢胆大有勇气敢面对巨龙。而巨龙也看到这个小儿子有胆量有气魄呢，是可塑之才嘛，于是就舔了一下他的背，并把这个小儿子取名为贝作。那之后呢，当地人就根据巨龙的口音呢，就把这个小儿子叫做九龙了。后来呢，这个妇人生下的10个孩子呢，都结婚成家，繁衍后代了，于是就有了各个部落，这也是古哀牢国的族人们。由于最小的儿子九龙呢被巨龙的父亲舔过嘛，自然也被推选为了这个国家的首领。那这个国家的首领呢是龙的儿子，古哀牢国呢又叫做龙之国。所以通过这个神话呢，我们就可以得知哀牢人的发源与水呢是密切相关的。从妇人的10个孩子得知呢，母亲不知道父亲，表面呢还是没有脱离母系社会的发展。所以到了九龙长大的时候呢，娶妻生子，于是就有了部落的人民。这就证明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了。其中叫九龙的儿子呢，可能是德高望重能力卓越，自然就被选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也就是哀牢国的开国国王。根据文献记载呢，哀牢国的中心是云南省的保山坝，那里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素有保山气候甲天下的美称，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一片乐土。所以呢，与保山坝一山之隔的蒲漂塘子沟遗址呢，很有可能就是哀牢先民居住的地点了。而蒲漂人呢，是距今8000年左右的早期的智人，他们在石器时代创造的文明。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呢，哀牢国是个部落联盟的国家，除哀牢王之外呢，还有77个王，说明这个联盟的国家呢是由78个部落组成的。而古哀牢国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呢，也就是战国时期公元前300多年就出现了。原本是傣族部落的小国，以相国为中心组建的联盟国家，后来这个首领就成了整个联盟的一个首领，因此就形成了古哀牢国。之后这个古哀牢国就繁荣壮大，在西汉时期呢，也出现过世袭的部落酋长，大约的时间呢是在秦朝到西汉时期，可谓是历史悠久。那哀牢国鼎盛时期的人口呢，根据统计一共有57万多人，而国土面积呢是138万平方公里。当时呢，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闽金山，南至西双版纳的南境，北呢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可谓是国土辽阔，国力强大。比如说在那个《华阳国志》和《后汉书》中都记载说，哀牢国呢是以五谷桑蚕，出铜铁铅锡油多金光珠琥珀翡翠水晶玛瑙等奇珍异宝与奇珍异兽为多。那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呢，那个时候是汉宣帝的时代，哀牢国是处在一个新的兴盛时代。由于哀牢的发音非常接近傣族的哀拢，汉语呢译为大哥或老大，也引申为中央或中心，所以呢，哀牢国就是中央国或中心国。那国王以哀牢山的山名命名呢，就象征着国家的强大。由于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嘛，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传入，以及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的应用，就使得哀牢国深感必须与时俱进
才能够获得国家的和平与繁荣。所以在东汉永平的12年，也就是69年的时候呢，哀牢国的国王举国就归入了东汉王朝。所以哀牢归汉在当时是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从而就使得哀牢国从奴隶社会呢一步就跨入了封建社会。当时哀牢国的国王由于率领民众归东汉有功呢，汉明帝就赐予他哀牢王章，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宫廷庆典。从此呢，中原文化就迅速的入主了那里。最后你以为这样就皆大欢喜了吗？奇怪的是啊，曾经强盛一时的古哀牢国呢，居然在公元76年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夜消失，至今人们也找不到哀牢王印，而整个国家呢都消失在了哀牢山之中。这里磁场异常，神秘莫测，难道哀牢山之中还有其他维度的通道吗？这让人们浮想联翩。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